夜幕下的航空甲板灯火闪烁，蒸汽与轰鸣交织，巨大的弹射器把一架又一架战机推向漆黑的天空，机尾的火焰在海风中拉出长长的轨迹。这是冷战最后的舞台，也是美国海军必须守护的前线。就在这个舞台上，登场的是一位新主角 FA-18大黄蜂。它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最强悍的，但凭借均衡与可靠，取代了曾经桀骜不驯的熊猫，成为航母甲板的新霸主。而在进入21世纪后，它的升级版超级大黄蜂更是扛起大旗，把航母的空中力量延续到今天。但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要在冷战尾声重新设计这样一款舰载机？大黄蜂凭什么能够击败 F-14，成为航母战斗群的新脊梁？而超级大黄蜂又如何在21世纪的战场上继续写下自己的传奇？大家好，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FA-18大黄蜂与超级大黄蜂的故事。1970年代的美国海军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航母甲板上停着主力战机，是那架名声响彻世界的 F-14熊猫，它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 AN/AW9 雷达，能在几百公里外发现目标，再用凤凰导弹一举击落敌机。冷战的宣传片里，熊猫几乎是美国海军的空中门面，但光鲜背后问题重重。F-14的造价极高，一架价格高达3800万美元，维护也极其复杂。飞行员常说，开起来像猛兽，养起来像祖宗。在甲板上，每一次出动往往需要地勤付出成倍的维护工时。换句话说，它是一款典型的贵族机。与此同时，越南战争给美国海军留下深刻教训，制空权再强，如果没有可靠的对地支援和突防打击，战场依旧可能失利。海军意识到，未来航母不能只依赖一款奢侈的制空战机，还需要一架既能空战护航又能对地攻击的全能型舰载机。但问题是，预算根本不足以同时养两种专职机型，于是海军的需求变得明确，必须找到一款全能替代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看似被淘汰的方案意外获得了新生。空军的轻型战斗机竞标中有2位候选者，单发轻巧的 YF-16 以及双发灵活的 YF-17。结果大家都知道，空军选择了 YF-16， 并把它发展成后来大名鼎鼎的 F-16战损，而落选的 YF-17 看似走到了尽头，却被美国海军盯上了。为什么？因为对于海军来说，单发的 F-16在航母甲板这种高风险环境里并不可靠，一旦发动机熄火，飞行员几乎没有生存机会。而 YF-17的双发布局虽然体积稍大，却给了海军更高的安全冗余，再加上它机体紧凑，操作灵活，反而更符合舰载机的需求。于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接过了这张落选底牌，与诺斯罗普合作，对 YF-17进行全面改造，机身被加固，以承受舰载机频繁的起降冲击，机翼扩大并增加折叠设计，方便航母甲板存放。航电系统进行了彻底升级，适应海军多任务作战的需求。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一款全新的舰载战机逐渐形成，它就是 FA-18大黄蜂。这里必须特别解释一下它的名字， FA 代表 Fighter 战斗机和 Attack 攻击机，这不是随意起的，而是美国海军第一次在型号上就明确写进双重身份。它既是制空护航的战斗机，也是低空打击的攻击机。这种多用途思路正是冷战后期美国武器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在有限预算下，让一款飞机尽可能承担更多角色。更有意思的是，大黄蜂的诞生几乎是一次失败者的逆袭。原本输掉竞标的 YF-17， 却因为更契合海军需求，反而成了真正飞上航母甲板的赢家。就像飞行员们后来调侃的那样，如果说 F-14是空中猛虎，那 FA-18更像是随身的瑞士军刀，哪儿都能用。大黄蜂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追求极限性能，而是为了给美国海军提供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冷战余波的环境下，它肩负的角色不是豪华的王牌，而是能真正把航母战力续延下去的全能替代者。这也是它后来能逐渐取代熊猫，成为航母甲板常客的关键原因。如果说 F-14熊猫是航母上的巨兽，那么 FA-18大黄蜂就是另一种哲学的产物。它不是为极限而生，而是为全能而来。首先是机体布局，大黄蜂采用了中等机翼、双垂尾，
鸭嘴型进气口的设计，整体外观紧凑而稳重。它不像 F-14那样体型庞大，可变后略复杂多变，而是保持简洁轻巧，这让它在航母上操作更加灵活，不会因为翼展过大占用甲板宝贵空间。更关键的是，它的机翼具备折叠功能，在有限甲板上塞进更多架次的飞机，提升战斗群的整体出动率。动力方面，大黄蜂搭载的是通用电气 F404涡扇发动机，双发设计给了它额外的安全冗余。虽然推力不如熊猫的 F110发动机那样澎湃，但对于一款中型战机来说已经足够。飞行员们甚至说过，大黄蜂不是最快的，但它永远能把你安全带回航母。这种可靠性恰恰是海军最看重的。第二个亮点是全电传操纵系统。FA-18是美国海军第一款装备数字化电传飞控的舰载机。换句话说，飞行员不再直接操纵舵面，而是通过电脑来控制飞机的稳定性和响应。再看航电与武器挂载，大黄蜂的核心优势就是在于多用途，它能挂载 AIM-7麻雀、AIM-9响尾蛇，后期还能挂载 AIM-102阿姆拉姆导弹，用于制空战斗，同样也能挂载 AGM-84鱼叉反舰导弹、各类激光制导炸弹和火箭弹，直接执行对地和对海打击任务。更夸张的是，在海湾战争中，大黄蜂甚至一边挂载空对空导弹护航，一边挂载炸弹执行对地轰炸，真正把 fighter 和 attack 结合在了一起。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模块化维护。大黄蜂的机体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舰上高强度出动的需求，比如发动机舱和航电舱都采用了抽屉式模块化结构，地勤人员可以在甲板上快速更换部件，而不必进行大规模拆解，这让大黄蜂的平均维护时间比 F-14少了一半，直接提升了航母战斗群的出动效率。飞行员对它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有人说大黄蜂不是最利的刀，但它是一把顺手的刀。在战术模拟中，它并不会在某一方面碾压对手，但它能在制空、对地、对海等任务中保持70-80分的稳定表现。就像一台全能型电脑，虽然不是顶级游戏机，也不是最强工作站，但在大多数场景下都能胜任。当然，它也有明显短板。大黄蜂的机体推重比不算出众，满挂载时航程偏短，在远程突防中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后来超级大黄蜂必须加大机身、延伸航程的直接原因。不过，这些不足在当时的战略环境下并非致命，因为美国海军真正需要的是一款可以在航母甲板上稳定执行任务的多面手。综合来看，大黄蜂的设计理念就是一句话，不是单项冠军，但它能打满全场。它让美国海军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一架多用途舰载机，而这正是后来几十年海军战斗机发展的主旋律。一架战机是否成功，最终要靠战场来证明。FA-18大黄蜂的第一次实战登场，就发生在1986年的黄金峡谷行动。当时，美国为了报复利比亚的恐怖袭击，派出航母打击群进行空袭。大黄蜂在这次行动中首次参战，任务是护航和压制防空。虽然规模有限，但它表现出了足够的稳定性，为后来的大规模部署奠定了信心。真正让大黄蜂一战成名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这场空前规模的联合作战中，大黄蜂共执行了4900多架次任务，既担任制空战斗机，也负责对地精准打击。最经典的案例是一架隶属于 VFA-81中队的大黄蜂，它在起飞后不久遇到2架伊拉克空军的米格21，飞行员当机立断，先用 AIM-9响尾蛇击落对手，再立刻转入低空，继续执行原定的对地轰炸任务，并成功摧毁目标。美军称之为一击双收，这正是大黄蜂多用途设计的最好注脚。在整个海湾战争中，大黄蜂击落了数架米格战机，同时摧毁了大量防空阵地、指挥所和地面部队。它的全能表现彻底让海军意识到，这架看似中庸的战机才是航母甲板最合算的投资。此后，在1999年代的大部分冲突中都能看到大黄蜂的身影。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大黄蜂参与了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执行精确打击与巡逻任务。虽然面对的是老旧苏制防空系统，但大黄蜂依旧展现出高出动率和良好的生存力。进入21世纪，它继续活跃在各种战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场，凡是美军航母出现的地方，都能看到大黄蜂的身影。
它不仅能投掷传统炸弹，还能发射 GDAM 精确制导导弹和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对敌方雷达系统进行压制。长期实战中也培养出一种耐操的口碑。飞行员经常说，他可能不是最强的，但他一定能飞完今天的任务。这种可靠性让他成为航母甲板最值得依赖的伙伴。在战场故事之外，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1991年，一架大黄蜂因为航电故障，几乎在夜间降落失败，但依靠电传飞控的冗余保护，硬是安全落在了甲板上。飞行员后来感慨，如果换成老式机械操纵机型，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类案例让海军更加坚定了电传与多用途的路线。总结来看，大黄蜂在实战中的表现不是靠一次传奇空战赢得声誉，而是通过几十年、成千上万次任务积累出来的口碑。它真正诠释了全能多用途的价值，在任何任务里它都不是短板，在任何战场上它都能找到用武之地。进入1990年代，美国海军再次面临航母舰载机的换代问题。冷战结束后， F-14熊猫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而原计划接班的 F-12复仇者2隐身攻击机项目却因为预算超支和技术难题被取消。更麻烦的是 F-35C 还在概念阶段，至少要等20年才能成熟。为了避免航母甲板上出现战力真空，海军不得不把目光回转到 F-18上。这一次他们决定彻底放大这款瑞士军刀，结果就是后来服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从外观上看，它和老款 FA-18很像，但其实已经是全新设计，机身放大了约 25%， 航程增加了近 40%， 内部油箱容积更大，挂点数量更多。对于海军来说，这意味着它终于能飞得更远，携带量更大，适应未来的远程作战需求。超级大黄蜂的进气口设计更加方正，能有效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再加上新涂层，使它在正向方向的隐身性能有所提升。虽然谈不上真正隐形，但在面对旧式雷达时，确实更难被锁定。与此同时，它换装了更先进的 AN/APG-79 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与跟踪能力大幅提高，可以同时锁定并攻击多个目标。在航电系统上，超级大黄蜂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它装备了全新的任务计算机和大尺寸多功能显示器，飞行员能更直观地操作复杂任务。Block 2版本还能挂载前视红外瞄准吊舱，具备全天候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进入2020年代，海军又推出了 Block 3升级，换上了一块接近20英寸的触摸屏，被飞行员戏称为 iPad Pro 驾驶舱，同时还加装了低可观测图层和新型通讯系统，使它能更好地融入未来的网络化战场。超级大黄蜂的实战表现同样不容小觑。自2001年起，它几乎参与了所有美国主导的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空袭。在伊拉克战场，它经常执行全天候任务，白天进行精准制导轰炸，晚上转而挂载空对空导弹执行巡逻，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敌机威胁。与老款大黄蜂相比，超级大黄蜂的航程优势让它在深度突防和远程护航中更为实用。为了进一步拓展续航，美军还为它开发了古鹰副油箱，贴合在机身上，不占用外挂点，同时还能保持一定的隐身性能。未来版本甚至计划具备发射远程隐身巡航导弹的能力，直接让一架舰载机拥有战略打击价值。不过，超级大黄蜂也有自己的局限，毕竟它仍然是4代半战机，在面对新一代高强度防空系统时，它的生存能力比不上 F-35C 这样的隐身机。很多军迷调侃，它是把瑞士军刀磨得更加锋利，但终究还是一把军刀，不是手术刀。然而，从战略角度看，它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实用。在 F-35C 量产不足、维护成本高昂的背景下，超级大黄蜂依旧是航母战斗群最可靠的压舱石。正如一位海军军官所说，如果没有超级大黄蜂，航母就像失去翅膀的巨兽。可以说，超级大黄蜂并不是冷战的产物，而是后冷战时代的妥协与延续。它没有最先进的隐身，但它有足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保证了美国海军在21世纪前20年里始终有一支随时可用的舰载机部队。当超级大黄蜂继续在甲板上执勤的同时，
美国海军已经在筹划下一位接班人，他的代号是 FA-XX， 一款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登场的第6代舰载机。为什么要急着研发？答案很简单，超级大黄蜂再怎么升级，本质上仍是一款4代半战机，在未来高威胁环境里，它的隐身性和航程都不够用了，尤其是在印太地区，航母需要面对远程反舰导弹和密集防空体系。如果舰载机飞得不够远、不够隐身，航母的投射力就会被削弱。FA-XX 的目标就是填补这一空白，它的设计任务非常明确，航程更远，作战半径预计超过1000公里，比超级大黄蜂延伸1倍以上，让航母不用过度靠近前线。隐身性能更强，采用新一代机身线条、埋入式进气口、低热特征尾喷，雷达反射截面积预计比 F-35C 更小，多任务能力既能制空夺取优势，也能挂载远程导弹和反舰导弹，兼顾空战与打击。人机协同，它将成为指挥节点，带领2到3架无人僚机协同作战，实现一机多翼的作战模式。在厂商竞争上，目前只剩下2家重量级对手，波音公司主打延续思路，方案类似超级大黄蜂 2.0， 强调航母适应性和低风险量产。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主打颠覆思路，可能采用全新气动布局，甚至类飞翼设计，重点放在隐身和远程突防上。无论最终哪家胜出， FA-XX 的战略定位都已清晰，不是取代 F-35C， 而是与之并肩作战。未来的航母航空联队将形成3角组合， F-35C 负责高风险隐身突防， FA-XX 负责远程制空与统领无人僚机，无人机则提供火力与补充侦察。换句话说， FA-XX 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海军舰载机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单打独斗走向网络化与体系化。对于大黄蜂和超级大黄蜂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接力时刻。几十年来，他们守住了甲板，也守住了美国海军的海上优势。而未来，当 FA-XX 真正飞上航母，人们会记得，是大黄蜂们用自己的稳定性与可靠，为下一代舰载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冷战余波的全能替代者，到21世纪延续战力的超级大黄蜂，再到如今呼之欲出的 FA-XX， 美国海军舰载机的故事其实就是一条清晰的接力链。大黄蜂用可靠撑起了航母甲板，超级大黄蜂把这种可靠延续到今天，而未来 FA-XX 将把航母带进一个无人协同的新时代。那么问题来了，这条接力棒是否能顺利交到下一代手里？ FA-XX 会成为真正的6代机先锋，还是又一个昂贵的风险赌注？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更看好波音的延续方案，还是诺格的颠覆方案？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